我养大的童养夫在结婚3年后变心了，被我发现后，他可怜兮兮地看着我，西西，我最爱的只有你，但是他为了我放弃太多，你放过他好不好？他心疼那个女人，又不肯对我放手，两边都割舍不下，直到那女人怀了宝宝，他满脸愧疚，她怀孕了，对不起。利用这份愧疚，我虽然没了男人，却获得了上亿家产，而他不仅被戴了绿帽子，还每天蹲在我家门口求原谅，把骨子里的剑发挥得淋漓尽致。亲情长相守，真情在人间。大家好，我是秋兰，欢迎观看《真情人间》。谢南舟最落魄的时候，我把他带回了家，细心照顾他，没有安全感。我每天不厌其烦地告诉他，我会一直陪着他，从18岁到28岁，整整10年，我们几乎形影不离，哪怕婚后，也是圈子里人人羡慕的金童玉女。谢南舟对我很好，无论去哪都会跟我提前报备，身边的朋友都感叹，谢大总裁被你调教得真好，妥妥的妻奴。每次这个时候，我都会感叹自己当初的眼光。我从小就生在富贵圈里，见多了貌合神离、钱权交易，更明白真心难能可贵。当初谢家破产，谢父自杀，谢母跳楼，谢南舟一下子跌入了人生低谷，是我陪着他一步一步走到了现在，所以现在我幸福也都是我应得的。可最近我突然觉得谢南舟有点不对劲。谢南舟虽然爱我，但他却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他最近竟然开始注意保养了，晚上我敷面膜的时候，他会央求我也给他敷一贴。闻到我身上好闻的香水，会问我是什么牌子的，但却没有给我买。早上去公司的时间也愈发的早，这一切的一切都让我觉得心中不安。在谢南舟再一次早早去公司后，我还是没忍住跟了上去。一开始我只是觉得自己多心了，可当我看到他打包早餐，心中的不安愈发明显。本应该径直去公司的谢南舟，却绕了20分钟的路，停在一个很普通的小区门口。随后，一个打扮得青春靓丽的女生上了他的副驾驶。看着两人脸上的笑容，我心中像是被小刀子凌迟一样痛。10年，果然还是腻了。谢南舟如今什么都有了，身居高位，早就忘了当初的落魄。我擦了擦眼角的泪水，驱车回家。不多会儿，我便收到了谢南舟的微信：今晚有酒宴，要晚会儿回来。翻看我们的聊天记录，我才恍然，原来我们之间早就出了问题。微信上基本都是我不停地发日常，谢南舟虽然没有反驳我，但回答基本都是宝宝喜欢就好，你说的都对。以前我只觉得他是太忙了，现在才惊觉他是不耐烦了。毕竟我和他刚在一起那几年，他对我的照顾无微不至。我大姨妈来之前会提前给我准备暖脚袋、红糖水，一点凉水都不让我碰，小心翼翼的样子，生怕我碎了。但凡有人说我一句不好，他哪怕丢了合作，也要把对方打得鼻青脸肿，为我出气。即便我爸妈不同意我们结婚，他还是会坚持，每天早中晚的给我送饭，嘘寒问暖，往我家一趟一趟的跑，直到我爸妈同意。回忆汹涌而来，将我淹没。10年的感情，又怎么能轻易割舍？我想再给他一个机会，也给自己一个机会。晚上12点，谢南舟在今早那个女生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回来。夫人，不好意思，谢总他今天替我挡酒的时候喝醉了。女孩白皙的面容上带着一丝愧疚。看到女孩的样子，我心下了然，难怪谢南舟能看上她。她和10年前的我像极了，看上去柔柔弱弱，但眼中却透着一股坚韧。
我从他手里把人接过时，谢南舟嘴里还呢喃着：“西西，我会保护好你的。”我手一顿，认命地将人搀进去。刚熬好醒酒汤，谢南舟就在沙发上难受地喊我的名字：“西西，西西。”在他一声声呢喃中，我的心直接软成了一滩水。懊恼自己没出息的同时，我回握住谢南舟的手，心里默默祈祷，千万不要辜负我呀。第二天一大早，我起来的时候，谢南舟已经去公司了，床头上还有他留下的便利贴。昨天辛苦宝宝了，粥在厨房，起来乖乖吃饭。看到纸条，我勾唇一笑。吃完早饭，我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拎着点心就去了谢氏集团。这里我经常过来，我直接上了总裁电梯，直达顶楼。刚到谢南舟门口，我便听到了他的声音：“西西，昨晚委屈你了。”透过办公室虚掩的门，我看到谢南舟在给那个女人道歉，语气中的心疼都要溢出来了。西西，西西，原来竟是这样。昨天他醉酒后的那些情话根本就不是对我说的，一模一样的昵称，还真是可笑。我忍不住干呕出声。听到声音的谢南舟立刻冲了出来，看到我后，他眼神中带着心虚，但很快他就回过神来关心我。看着他一如往常的担忧，我神色淡淡，将眸光转向了所谓的西西。谢南舟轻咳两声，简单介绍了下他这位新任总裁秘书林希言。林希言看着我的目光坦荡，打量了我一番，就恭敬地将我请回办公室，甚至还贴心地给我准备了茶水。看到我的目光一直停留在林希言身上，谢南舟不自觉地站在我面前，挡住了视线。那一瞬间，我感觉像被人泼了一盆冷水，寒气刺骨。西西，你今天怎么抽空过来了？林希言走后，谢南舟恢复了正常，温柔地询问我：“怎么没事就不能来了？”因着我心里不痛快，语气上不免带着不快。谢南舟顿了一下，随即将我拥入怀中。谁惹我家宝贝生气了？我一把将谢南舟推开，直来直去地询问林希言的情况。谢南舟愣了一下，眼中那一抹慌乱很快消失不见。他将我抱在怀里，耐心地跟我解释他和林希言的故事。林希言是个孤女，因为长得漂亮，经常被人骚扰。一次偶然的机会，谢南舟救了她。为了报恩，她从原来的公司总监位置辞职，心甘情愿地成为谢南舟的总裁秘书。工作期间更是兢兢业业，从来没有出过差错，还帮公司谈下了好几个大项目。因此，谢南舟很重用她。西西，因为他放弃了大好的前程，我不能再让他受委屈。说这话时，谢南舟眼中的心疼都要溢出来了。可他不知道，看到他心疼别人，我的心像是被人不停地揉搓捏扁，心痛到窒息。可我终究还是舍不得他。良久，我终于开口，一张嘴，声音中都带着哽咽：“南舟，你给他安排个别的工作好不好？”我的声音中带着期盼，还有祈求，眼泪顺着脸颊簌簌地往下落。谢南舟慌了，看到我哭，他手足无措地给我擦眼泪，将我抱在怀里，不停地安慰我：“西西，对不起，是我不好，没有考虑你的感受。我今天就把他调到分公司，以后我绝对不会再跟他有联系了。”听着谢南舟的话，我哭得更凶了。这几天积攒起来的委屈和担忧在这一刻彻底爆发。自那天之后，谢南舟再也没有早出晚归，每天8点出门，下午6点准时到家。为了安抚我的情绪，他还亲自下厨给我做饭。他会很耐心地给我讲生活中的琐碎，每晚抱着我入睡，带我去游乐园玩。
陪我一起坐摩天轮，一如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我心中还有些窃喜，我和谢南舟这么多年的感情，又怎么会是一个认识几个月的人可以相比的？1个月后，正好是我和谢南舟结婚5年的纪念日。我早早地跟他打过招呼，让他下班的时候早早回来。这天一大早，我便起来，开始在厨房忙活。谢南舟小时候过得太苦，平时压力大的时候很爱吃甜的。为了他，我特意学了很多甜点的做法。因着今天是结婚纪念日，我做了个精致的翻糖蛋糕，还准备了松鼠桂鱼、奥龙、红酒一大桌子菜。为了营造氛围，我给家里保姆放了1天的假，在客厅满心欢喜地等着谢南舟回来。随着夜幕降临，桌子上的菜已经有些凉了，就连我精心准备的烛光都已经燃了一半。可谢南舟的电话却怎么也打不通。晚上10点，我到底还是没忍住，驱车去了谢南舟公司。整栋写字楼只有少数的办公室亮着灯，而顶楼的总裁办公室空无一人。打听了一圈，我才知道谢南舟下班的时候接了一个电话，便匆匆离开了。我心中咯噔一下子，整个人被不安包裹。回到车里，我再次尝试给谢南舟打了一个电话。这一次电话接通了。夫人，谢总他为了救我受伤了，我们在医院。一句话，我心如死灰。明明我都告诉谢南舟让他离林希言远一点，明明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他竟然又去找林希言。我到了医院后，林希言正站在门口等我。见我过来，他扑通一声就给我跪下了。夫人，对不起，都是因为我才害谢总被人打。林希言跪在我面前，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但从他的只言片语中，我也理清了头绪。林希言今天被合作商灌酒，自己招架不住，打电话给了谢南舟。谢南舟二话不说就来英雄救美，甚至还跟合作商动手。看着跪在我面前的林希言，我的眼神愈发冷漠。见我没有动作，林希言用口型跟我说了几个字，我再也忍不住心头的戾气，一巴掌甩在他脸上。只是还不等我说话，病房的门就开了。谢南舟看到林希言跪在我面前，那张脸直接拉了下来。是我没有及时赶回家，这件事跟希言没有任何关系。维护的话脱口而出。看着面前冷漠的谢南舟，我再也不能强迫自己跟他上演夫妻情深的戏码。我终于还是忍不住开口：谢南舟，咱们离婚吧。既然爱不在了，强留也没有任何意义，还不如及早离开，给自己留一份尊严。更何况离开了男人，我一样会活得很精彩。不可能，我不会跟你离婚的。谢南舟此时也顾不上林希言，拉着我就走，一路无话。刚到家里，谢南舟便将我堵在门后，双手死死地抱住我。南希，收回刚才的话，我还会像以前一样宠你、爱你。要是以往谢南舟这般，我定然会很开心。可现在，我只觉得恶心，一边放不下我，一边还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林希言的追捧，还真是把既要又要发挥得淋漓尽致。可我又不是没人要才嫁给他的，凭什么由得他如此作践？谢南舟，刚刚林希言说她怀孕了，你说她怀的是谁的孩子？她此时就在医院，你说她会不会想不开？话还没说完，谢南舟早已松开了我。他速度之快，我眼睁睁地看着他消失在夜色里。夜色笼罩，我苦笑出声。他果然还是在意的，在意孩子，也在意林希言。可他好像忘了，当初我也是有过一个孩子的。那是我跟谢南舟结婚的第1年，他的事业正处在上升期，
公司的名声也不是很大。为了争取一个合作商，通宵赶方案是常有的事情。再加上当时我执意跟谢南洲结婚，跟家里断了联系。为了帮助谢南洲，我亲自去跟合作商谈判。酒桌上，我为了替谢南洲拿下一个重要合作，直接干了一整瓶白酒。合作拿下来了，可我却进了医院。直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自己竟然已经怀孕1个月。因为大量饮酒，我流产了，而且以后很难怀孕。那段时间，谢南洲衣不解带地照顾我，安慰我。他跟我说，对于我们俩来说，有孩子是锦上添花，没有孩子也不会影响我们的感情。他还说，小孩子闹腾得很，他这辈子只想守着我。看着谢南洲已经消失不见的背影，我突然觉得有些讽刺。我们在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竟然连7年之痒都没有熬过去。谢南洲如今这么在意这个孩子，想必会给这孩子一个正大光明的身份吧。看来我也是时候给自己想想退路了。谢南洲消失了3天，终于回来了。此时的他脸上尽是疲惫，看到我的时候，他明显怔愣了一瞬间。南希一开口，嗓音尽是沙哑。看着他欲言又止的样子，我轻笑一声，讽刺地开口：“怎么，是来跟我谈离婚条件的？”谢南洲没说话，但他在极力克制自己。南希，我们可以不离婚。希言说，孩子生下来可以交给我们抚养，到时候我们可以多弥补他一些。呵呵。直到此时，我才惊觉，我好像从来没有了解过谢南洲。他口口声声说着爱我，但却想让我抚养他跟别人的孩子，而且还要养着那个女人，真是可笑。说来说去，谢南洲既不想辜负了我们年少的情谊，又放不下好不容易得来的孩子和温香软玉。可天下的好事又怎么让他都占尽呢？既然他做不了决定，那我就帮帮他。谢南洲，是你违约在前，所以这些算是你欠我的，必须还给我。签了它，咱们从此一刀两断。这2天，我已经找人拟好了离婚协议。谢南洲所有的流动资产和这栋别墅归我，公司归他，只要他签了字，我们之间再也没有关系了。谢南洲他犹豫了，不知道是因为舍不得这些钱，还是舍不得我。不过对我来说都无所谓了。既然他下不了决定，那我就帮帮他。谢南洲，这个协议你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在他的疑惑中，我拿出了一段视频，是林希言跟在一个医生身后去了手术室。谢南洲看到视频中的人儿，情绪有点激动。南希，你非要把事情做得那么绝吗？我嗤笑一声。谢南洲，你可要想好，孩子没了，你可能这辈子都没了，钱没了，还能再挣。谢南洲看着我的眼神中有不甘，有失望，有心痛，可我只觉得恶心。都到这种时候了，还在演什么深情人设？早干嘛去了？南希，对不起，她怀孕了，我不能再辜负她，但我是真的爱你。说完，谢南洲像是做了什么重大决定一样，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下了字。直到现在，他还是一副自己是被迫了的样子，看得人恶心。现在想想，我当初还真是瞎了眼，竟然养了一条蛇。签完字后，我直接叫了家政，当着谢南洲的面，把家里有关他的东西全都扔在了门口，赶紧拿着你的东西滚。说完，我砰的一声把门关上。这么多年的深情全当喂了狗。看着手机上林希言给我发的消息，我微微勾唇。谢南洲一心想要保护的柔弱小白花，看上去可不是一个善茬呀。他们2个人凑在一起，一个虚伪，一个心机，还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不过谢南洲背叛了我，总归是要付出代价的。就像当初他在婚礼上发的誓，若是负了我，
那就让他一辈子穷困潦倒，不得好死。安排好国内的事情，我直接订机票出国旅游。不过一个谢南州，爱的时候轰轰烈烈，不爱了就该洒脱一点，要死要活，从来都不是我南大小姐的作风。在国外玩了大半年，也是时候收网了。这大半年里，谢南州的生活并不那么如意。一开始，他和林希言还是柔情蜜意，看上去倒是幸福美满。可两人领了证之后，林希言就辞了职，安心在家养胎。或许是没有过富太太的日子，一下子成了人上人。林希言开始报复性消费，名牌衣服、限量款包包、6位数的美容卡、7位数的豪车。林希言奢侈的生活都快把谢南州掏空了。这些钱对于之前的谢南州来说并不算什么，但离婚后，大部分的流动资金都被我拿走了。再加上林希言毫无节制的生活，他很快就捉襟见肘了。可这还不算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林希言快要生了，他每天都缠着谢南州，让他不要去上班。为了孩子，谢南州只能一忍再忍。我刚下飞机，就收到了林希言早产的消息。我找人把行李拿回家，径直去了医院。早产真是有意思。医院里，谢南州正在产房外等着，看到我过来，他眼中有些慌张。南希，你来做什么？谢南州这一副警惕的样子，生怕我对林希言母子不利。我嗤笑一声，轻飘飘地开口：当然是来看看你心心念念的孩子。不过算算时间，这孩子是你的吗？此言一出，谢南州的脸直接被气绿了。他咬牙切齿地说：南希，你少在这里阴阳怪气。我身为一个男人，想要一个孩子，一个继承人，有什么错了？你不能生，又不愿意把别人的孩子抱到你身边养，如今这样，难不成是后悔了？谢南州越说越肯定，到最后竟然点了点头，肯定自己的分析。真是没想到，这世上竟然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我正准备说话开对的时候，产房门突然开了，林希言生了，是个男孩。看着谢南州颤抖着手笨拙地去抱孩子，我也凑了上去。那孩子长得很丑，他鼻子、大嘴，完全找不到跟谢南州任何相似的地方。谢南州沉浸在有了孩子的喜悦中，根本就没发现这些。身为他的前妻，我可得好好提醒他一下。我建议你做个亲子鉴定，别最后当了冤大头都不知道。你仔细看看这孩子，和你哪有一分相像的地方？你真的不打算做个亲子鉴定？我语气真诚，谢南州倒是听进去了几分。他仔细盯着孩子的五官，脸上的笑意也淡了几分。我趁热打铁，继续说道：做一下你也好安心呐，万一被戴了绿帽子，你甘心吗？你胡说什么？你休想挑拨离间。小孩子刚出生都是这样，养养就好了。我话音刚落，一道尖锐的声音便从病房里传了出来。被护士推出病房的林希言听到我的话，瞬间不淡定了。多月不见，他的气色看上去差了不少，脸色苍白，面容虚胖，眼神中带着一丝狠厉，看上去和当初的纤细温柔的样子大相径庭。他看到我和谢南州站在一起，立马警觉了起来。南希，你和南州已经离婚了，如今我们也有孩子了，还希望你注意分寸，不要勾有妇之夫。要是南小姐现在缺男人，回头我们夫妻可以给你介绍一个。林希言直接宣示主权，带着谢南州和孩子就回了病房。看着两人的背影，我忍不住勾了勾唇，怀疑的种子已经种下了。想必谢南州应该不会让我失望。离开医院之后，
我直接去了谢南州的一家公司任职。在外度假的这段时间，我用谢南州的钱入股了这家公司。顶楼的总裁办公室，江毅一脸玩味地看着我，我干咳了2声，有些尴尬。谢南州刚创业的时候，我们2家公司经常对上。江毅在商场上颇有手段，是个很让人头疼的对手。当时为了从他手里抢合作，我没少给他使绊子。江总，好久不见！我呵呵笑了2声，打破了尴尬。南大小姐这是被抛弃了，准备投入我的怀抱了。果然还是那个讨厌的人，一张嘴就很毒舌。我翻了个白眼，有些没好气地说：“对，被抛弃了，准备回来弄死谢南州。早就跟你说了，谢南州不是什么好东西，你非要说什么自己养的，用着放心。事实证明，白眼狼怎么都养不熟。”我心顿时一梗。江毅这个人还真是的理不饶人，但这次确实是我识人不清，没什么还辩驳的。见我不说话，江毅也没有继续这个话题，而是开始跟我聊起了谢氏如今的状况。谢南州最近去公司的次数屈指可数，所以他根本就不知道谢氏将面临的危机。他们公司现在签约快到期的合作伙伴基本都已经同意日后跟江毅续约，就连之前在张望地公司也一边倒地看好江毅。原因无他，因为我们离婚了的消息早就在圈子里传遍了。谢南州当初是怎么起家的，大家都是有目共睹。如今他发达了，就开始在外面找小三。本来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关键就在于他为了小三跟我离婚了，甚至还将大部分的流动资金给了我，这足以证明他是个没脑子的人。跟这样的人合作，难保日后不会被背后捅一刀。可惜谢南州沉浸在自己有了儿子的快乐中，根本就没有看清这一切。南希，要是想彻底整垮谢氏，还需要一些时间。你要帮我拖住他。我在江毅公司聊了将近1个小时，才心满意足地离开。想要拖住谢南州，最好的办法就是搅得他家宅不宁，而这是我现在最擅长的。翌日一早，我带着花篮又去了医院。病房里，谢南州和林希言正在哄小孩。我并没有急着进去，而是给林希言发了条消息。不过一会儿，谢南州便离开了病房。人走远后，我便推门进去。南希，你到底想干什么？当初是你自愿离婚的，现在这又是干什么？林希言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他在害怕如今得到的一切都变成镜花水月。我没有说话，而是看着他身旁的孩子。这孩子不是谢南州的吧？他要是知道了，还会对你这么好吗？林希言这下是真的慌了，忍不住开口问我到底想做什么。看到他这一副样子，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呢？本来他早产时，我只是有所猜测，可如今我倒是有了十足十的把握。这个林希言还真是不简单，不仅把谢南州哄得团团转，还让他心甘情愿替别人养孩子。林希言，咱俩之间就不用装了吧？你当初为什么接近谢南州，我可是一清二楚。看着林希言震惊的样子，我心道果然如此。林希言根本就不喜欢谢南州，他故意勾引谢南州，破坏我们之间的关系，也不过是为了钱和权。我早就拜托江毅把林希言的过往调查得一清二楚了。谢南州自以为的小白花，实际上就是一个女海王。她每次挑选的对象，要么是有钱的纨绔子弟，要么是事业有成的中年大叔，但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他勾搭的一位有妇之夫，还是露了马脚，被人家妻子发现，直接找人把他打了一顿，甚至还拍了他的一些私密照片，搞得他根本就不敢在原来的那个公司待下去。
但他又是幸运的，遇上了谢南舟这个冤大头，还把他哄得一愣一愣的。你不用那么紧张，从某些意义上来说，我要谢谢你。若不是他，我也看不清谢南舟这个冤大头。既然你都知道了，想做什么就直说吧。林希言终于卸下了伪善的一面，满不在乎地看着我。我想跟你谈个合作。我的话让林希言忍不住坐直了身子，期待地看着我后面的话。我也不藏着掖着，直接告诉他我的目的：跟谢南舟闹离婚，让他分身乏术，没有时间顾及其他。那我能得到什么好处？到这个时候，还在想着自己能得到什么。不得不说，林希言和谢南舟从某些意义上来说还是般配的，一个虚伪，一个贪婪。好在我早有准备，事成之后，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更好的下家。说完，我从手机里拿出江毅的照片，并简单介绍了一下江毅的情况。相较于谢南舟，江毅显然更有优势。谢南舟是白手起家，没有底蕴，而江毅是家族企业，妥妥的富三代。听完我的解释，林希言的眼睛都直了，眼中的野心毫不掩饰。我要你给我在他们公司安排一个职位，最好是秘书。林希言毫不掩饰自己对江毅的兴趣，甚至还跟我提条件。谢南舟要是看到自己心爱的女人对另一个男人这么感兴趣，脸都会被气绿吧。看不到这一幕，我倒是觉得有些可惜。没问题，只要你让我满意，我也不会让你失望。就这样，我和林希言达成了共识。林希言在我离开医院的当天下午就对谢南舟提出了离婚。对于这一突然的变故，谢南舟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他不明白，明明上午两个人还在抱着孩子畅想未来，下午林希言就突然翻脸要离婚。谢南舟自然是不愿意的，不管是于公于私，他都不愿意离婚。毕竟他刚结婚不到1年，再离婚很难不让人怀疑他这个人有问题。再一个就是他想给孩子一个完美的家庭，可林希言现在已经被江毅冲昏了头脑，迫不及待地想恢复自由身，所以医院的 VIP 病房里就传来了他们的大吵大闹。谢南舟，你还是不是个男人？我不喜欢你了，你为什么非要缠着我不放？你现在连自己的生活都保证不了，还怎么保证让我锦衣玉食？谢南舟好像此时才知道自己当初娶了一个什么样的女人，但为了自己的声誉，他最终还是没有同意离婚。不过林希言并不是当初的我，在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之前，他怎么会轻易放弃？将近半个月的时间，林希言从医院闹到家里，从家里闹到公司，总之没有一刻消停，真正做到了鸡犬不宁。令人意外的是，谢南舟竟然都忍了下来，直到林希言闹到了公司，当着公司众多人的面大骂谢南舟不是个男人，对他纠缠不休，才真正惹怒了谢南舟。谢南舟当场扇了林希言一个巴掌，拎着林希言就去了民政局离婚。看着林希言给我发的离婚证，我唇忍不住勾了勾。林希言当真是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啊！就连自己生的孩子都没要，而是让谢南舟一直去当那个冤大头。按照约定，我给林希言安排了江毅公司的一个岗位，并嘱咐江毅好好关照一下他。林希言作妖做了半个月，缠住了谢南舟，而江毅却趁机挖走了他几乎所有的客户。如今的谢氏已经摇摇欲坠了，可这对于白手起家的谢南舟来说，无异于剜心之痛，这让他怎么能甘心？想必他此时正在绞尽脑汁地想如何翻身，可还不等我找人监视谢南舟的一举一动，他自己就送上门来了。这天我刚开门，
谢南舟就蹲在我家门口，看到我的一瞬间，他猛地扑上来，还好我反应够快，不然就被这晦气东西碰到了。谢南舟眼见没抱到我，仍旧不死心地拉着我的手。西西，之前是我头脑发昏，才会轻易践踏你的心意，可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只有你才是真心对我的，咱们从头开始好不好？谢南舟一番话听上去情真意切，可是听到耳朵里却让人觉得恶心。现在被甩了，快要破产了，才觉得我是真心的了。呵，渣男！我一把甩开他的手，连带着他给我打包的早餐，连汤带水的撒了一地。看着地上那廉价的早餐，我冷笑一声，当真是一点诚意都没有。谢南舟，你现在什么都没有，你拿什么跟我从头开始？你这张嘴吗？我话语中毫不掩饰的嘲讽，令谢南舟怔愣了一下。西西，你不是最爱我了？你肯定会帮我的，对不对？还真是好大一张脸。之前说林希言为了他放弃太多，不忍她一个弱女子流浪在外，如今时过境迁，竟然回过头跟我谈真爱，真是可笑。看着他一脸期待地看着我，我微微勾唇，然后狠狠地给了他一个大耳光。谢南舟，你活该破产，像你这种人，活该永远低人一等。我和谢南舟生活了那么久，自然知道什么样的话最戳心窝子。果然，我话音刚落，谢南舟的脸色就变了。南希，你以为你又是什么好东西？当初你帮我，不就是看上了我？我要是没有这张脸，你会帮我吗？真是恶心探索北极点，恶心到了极点。这个狗男人，本来我是打算好好羞辱一番谢南舟，但我现在突然改变了想法。我很想知道他会为了钱做到什么地步。你都说到这个地步了，我不帮你，倒是显得我不近人情了。听我倒这样说，谢南舟眼睛猛地亮了起来。在他的期待中，我给了他一张名片，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就看你把握不把握得住了。谢南舟看着手中的名片，犹豫了一瞬，在他还要开口之际，我直接开口堵住了他的嘴。谢南舟，这是你唯一的出路，你找我算是找错人了。要说现在谁最想你穷困潦倒，那第一个应该就是我吧。说完之后，我直接联系保安，将人轰了出去。刚把谢南舟赶走没多久，林希言就给我打来了电话。电话刚接通，对面便传来了林希言的破口大骂。我忍不住把手机拿得远了一点，听着电话中的声音，我心情莫名的好了不少。看来在江毅那里，林希言没有讨到什么好处啊。既然如此，那我可要好好落井下石一番。江毅的公司刚走到楼下，我就看到了林希言。此时他穿着灰色的保洁服，拖地，只是他那双眼睛还在不安分地乱瞄。四目相对，我冲他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林希言直接把拖把扔到地上，冲着我就跑了过来。南希，你这个小人，你算计我！他一边说，一边举着胳膊就要过来扇我。好在我早有准备，抬脚就踹到了林希言的心窝子上。林希言，你说我算计你，我是答应你的，没有做到，还是半夜去挖你家祖坟了？看着林希言哑口无言的样子，我心情大好，俯身在他耳边说道：路都给你铺好了，拿不下人，只能怨你自己没本事。说完，我转身离开。顶楼的总裁办公室，江毅已经准备好了香槟为我庆祝。谢氏已经完全成为一个空壳子了。谢南舟也如你想的一样上套了。果然，谢南舟还是狗改不了吃屎。我给他的那张名片是圈子里的一个女暴发户，除了有钱，还有一个特殊的小癖好，那就是喜欢玩男人。谢南舟落在他手上，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可这都是他自愿的，怨不得别人。至于林希言，更不会如愿了。他想勾搭江毅，却连江毅喜欢男人女人都不知道。渣男贱女得到了报应。今天真的是个值得庆祝的好日子。江毅拿到了谢氏所有的合作，扩大了企业发展，而我也拿到了当初他承诺我的报酬。功成身退，半年后，我从江毅的嘴里知道了谢南洲和林希言的下场。谢南洲被那个女富豪直接摆了一道，玩腻了之后，直接将人送给了其他人。在不断的玩弄之中，谢南洲直接疯了。而林希言勾搭江毅不成，就将矛头转向了其他有钱人身上。可他运气不好，直接碰上了个硬茬子，被人家老婆泼了硫酸，如今连打扫卫生的工作都找不到了。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